原来大熊猫真的会直立行走，人模人样的，不会是饲养员扮演的吧？这天，两个小家伙正躺在地上吃东西，突然奶爸拿来窝窝头，在窝窝头的吸引下，哎呀妈呀，这只熊猫竟然站了起来！今天真是开了眼界，原来大熊猫不仅能站立，还能直立行走。害怕同伴抢自己的窝窝头，它还很有心机的，用手按住同伴脑袋。特么的，真是活久见！这大熊猫不是人，怎么就那么像人呢？这站着一只手吃东西，一只手插兜的动作，像极了我身旁的朋友。当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他看后，他说大熊猫直立行走又不是稀奇事，然后他就给我发了这个视频。我的妈，这是要跳舞的节奏吗？哦，不对，原来也是为了吃窝窝头。可是他真的好像人呀，但从他的背后又找不到拉链的痕迹。于是我在网上又搜索了一番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原来每只大熊猫都会直立行走，但因身体素质的不同，它们直立的时间也不同。有时候它们也会在特殊的环境下使用这个技能，比如视频的爱宝，为了吃到距离高的竹子，所有就直立行走了起来。最出名的就是大熊猫普普了，为了让奶爸加餐，常常站立敲门。奶爸一旦没有及时开门，他可以执着地站立几十分钟。被奶爸批评时，他像个犯错的孩子，还能站立听奶爸教训。这大熊猫不愧是咱国宝，能站能跳，还带有一些搞笑。我是彻底掉入了熊猫窝，对它们是越来越喜欢了。早年的四川真有大熊猫串门，四川人也见怪不怪，还会抚摸它们。这是一段早年的纪录片，记录了大熊猫和四川百姓和睦相处的画面。当时一名摄影师拍到了一只野生大熊猫幼崽闯入了人类居住的家园，跟拍的途中，他先误入了猪圈中，看到主动的二师兄们，他害怕不已，然后离开了。准备上楼时，又被田园犬狂吠，随后他便跑开了。去到了另外一户人家，这户人家门前有一只小狗，看到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熊猫，他并没有犬吠它，而熊猫也友好的同他打招呼。小狗显然被对方的热情吓到了，赶紧从门缝钻进了屋内。过了一会，一个老人走了出来，发现是一只小熊猫，他激动的就上前抱住了它，然后坐在门槛上对其进行了抚摸。老人怕它饿了，赶紧带回家中准备食物。过了一会儿，老人给他准备了一盆奶，自己同孙儿也吃起了早餐。大熊猫同人和睦相处的画面，这样看起来真的很美好。吃完早餐，小孩抚摸了一番他，因为要去上课，他不舍得看着对方，看得出他并不想去上学，想和大熊猫一起玩耍。取了一个东西后，然后蹲在大熊猫身边，亲了它一口后，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大熊猫也想和他玩，还试图拉着他的手，让他不要走呢。小男孩到了学校后，就连心思全都在大熊猫身上。上课时还在画大熊猫的模样，放学铃声一响起，都还没来得及收拾，小男孩就朝着家中赶去。如果我是小男孩的话，估计逃学都要回家撸大熊猫，怕大熊猫饿肚子。小男孩取出了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，然后来到厨房，准备给他做晚餐。自己吃不吃没关系，大熊猫一定不能饿着。怀着这种信念，小男孩像个小大人一样，在厨房不停忙碌着。他的行为把爷爷都惊动了，然后爷爷叫他去和大熊猫玩。接下来自己操作，一番忙碌下，晚餐弄好了，小男孩拿着送到了大熊猫的嘴边。大熊猫也很听话，大口大口的吃着，最后吃完了还要舔盆盆呢，哈哈，真是一个大吃货。因为大熊猫生于山林，活在山中，给大熊猫喂饱后，爷孙俩背着它，准备将它放生。为了它的安全，两人走了好远好远的路，中途累了，两人一熊就在路上停下来休息，顺便补充体力。吃完后又继续赶路，直到将它送到大山深处，爷孙俩这才将它放下来，让它回归山中。看到大熊猫离开后，爷孙俩一脸的依依不舍，尤其小男孩都差点哭了。熊猫被游客扔可乐，然后吓到双手抱头，看着好可怜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大熊猫兰香正在吃竹子，突然一瓶可乐快速砸了过来，差点就砸中了兰香。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兰香给吓坏了，怕再有东西飞来，然后他就紧捂脑袋。这一幕看得真叫人心疼。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缓过来，
然后像其他小熊一样，对着眼前的东西感到好奇，随后抱着可乐就啃了起来。如果真让他吃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幸好他啃了一会后，就放弃了吃的想法，然后将其放在脑袋上摩擦。随着可乐瓶掉下来后，他再也没捡起来。而另一边，扔可乐瓶子的罪魁祸首被姨们围了起来，然后被大家集体讨伐，并痛骂了一顿。要不是有保安拦着，他估计就要挨揍了。这里我要为这些姨们点个赞，姨们辛苦了。考虑到他的安全，也因为他的这个行为，最后叔叔将他给带走了。坏人被带走后，兰香情绪还处在低落中，奶爸收他，他也不愿意回去。见兰香收不回去，奶爸试图用杆子把瓶子勾走，结果没有成功。随后兰香直接跑到架子上躺了起来。奶成奶爸见状，为了防止瓶子对兰香造成伤害，观察了一番后，冒着危险进入院子，直接过来把可乐瓶子拿走。到蒙兰这个绝望无助的画面，我真的要哭死了。从小他本是要被治愈的小熊，却用自己的行动治愈着别人。世界破破烂烂，蒙兰缝缝补补，没想到最后他把自己补进了牢笼。我说他是居住条件最差的大熊猫，应该没人反驳吧？我们先来看看蒙兰的那场。几年前蒙兰的内饰就是这样，又小又破，除了寒酸，我真的找不到什么词来形容，真的就和监狱一般。可就是在这么差的内场中，蒙兰一住就是6年，而且他每天还能乐观面对，我真的哭死了。他真的在努力着治愈着自己，换做其他小熊的话，估计早就刻板了。真的，蒙兰已经为北洞赚了很多钱了，给孩子条件改善改善吧。都说北京寸土寸金，外场小我就不说了，关键他的玩具都被无情的大铁链给锁了起来。北洞就不能学学栾川吗？给孩子玩高兴了，他还会想着越狱吗？这是蒙兰以前的院子，他通过透明的玻璃和铁栏还能看到外面。第一次越狱后，你们加高了围栏和顶棚。前天因为爬到这上面，大家调侃他差点越狱成功，结果被北洞连夜焊铁皮，就连蒙兰和奶爸交流的窗户也被焊死了。蒙兰一有什么动作，北洞首先想的不是如何改造，而是想的怎么惩罚。反正蒙兰一爬墙，立马焊死，进一步收缩蒙兰的自由。蒙兰院子本来就小，这下连交流窗都没有了，阳光也看不到了，这样跟监狱真的有什么区别？蒙兰再怎么眼光开朗，也会被弄抑郁的。真的想把北洞的管理人员放进去住一下试试。蒙兰这条件，说他是居住条件最差的顶流大熊猫，一点都不过分。熊猫京运一把就将发骨奶爸掀翻在地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事情还要从这里说起。这天，发骨奶爸来给蒙兰和京运加餐，京运看到后，快速来到奶爸面前准备吃笋。众所周知，蒙兰可是发骨奶爸的亲儿子，所以奶爸直接绕开了过来的京运，把包好的笋送到了蒙兰嘴里。看到蒙兰把笋弄掉了，奶爸还耐心的捡起来，这一幕可把京运气坏了。京运顿时便火冒三丈，然后朝着奶爸询问缘由。看到京运是真的生气了，奶爸赶紧拿笋补救，可是一切都太迟了，因为孩子是真的生气了。刚刚你不给，现在还强行塞给我，我不要了。京运抱着这种态度，不停地和奶爸周旋，万万没想到，就在周旋过程中却出现了意外。突然，京运抱住了奶爸的脚，然后一把就将发骨奶爸掀翻在地。这一幕太突然了，奶爸根本反应不过来。大家请注意蒙兰，我以为他跑过去要扶起奶爸，没想到是和京运一起欺负奶爸。蒙兰呀蒙兰，别的熊可以欺负奶爸，就你不能欺负奶爸呀。奶爸这顿打完全都是为了你，奶爸这时估计后悔了吧。早知如此，奶爸应该先给京运喂笋。哈哈，奶爸将京运背起来后，蒙兰抱住奶爸的脚，也想将奶爸掀翻在地呢。蒙兰呀蒙兰，你这是怕回内室后挨揍，所以才出此下策吗？